我乃上古神农，今将毕生医术传授于你。丽姐，马桶修好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人在屋里干什么？林姐家的马桶堵了，我来给她通一下。死瘸子，你俩就是在干阿杂事儿！王麻子，你个嘴巴放干净点儿！你个小浪蹄子啊！你宁愿跟一个瘸子睡，你也不从了我是吧？王麻子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老子今天就要了你！你滚一边去！杀人了！铁生，这瘸子不会死了吧？臭瘸子，装死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过2天我再来收拾你。我乃上古神农，今将毕生医术传授于你。铁生，你快醒醒！铁生，你醒了？哎呀，林姐，我没事儿，刚才吓唬她的。你没事就好。哎呀，林姐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臭小子，难道我真的没有魅力了吗？哼！想不到这神农医术这么好用，竟然直接治好了我的瘸腿。啊，铁生哥，你的腿怎么好了？啊，这还多亏了你之前给我买的那本医书啊！我照着书上面拿自己的双腿做实验了，竟然给治好了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我爸的腿肌又犯了，疼得直叫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好，走。铁生，你的腿啊，等我说，我的腿好了，我自己治的。你的腿我也能治，你相信我吗？信。德望叔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，我今天就用神农医术治好他的腿肌。铁生哥，你能行吗？哎，都这个情况了，就算治坏了也没什么，就让你哥试试吧。好，德望叔，咱们开始吧。哎呦，疼！德望叔，你现在动一下试试。动了，腿真的能动了。真动了！哎呀，我站起来了！德望叔，如果恢复的好呢，1个星期内就能康复了。月月，照顾好德望叔，我去弄点汤给德望叔补补。我竟然拥有能识别草药的1道天眼，真的能看见，这比神农尝草药还先进。那我岂不是要发财了？等等，院子里都有这么多草药，那山上岂不更多？说不定还能采到更加名贵的草药，发财了！走，上山！有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林姐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过来，那里有蛇！不要过来，小心呐！林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啊，我上山来采点草药，下去换点钱。最近天气炎热，山里毒蛇多，你跟我一起吧，咱俩有个照应。好。林姐，我头好晕呢。林姐，你先坐下。来，林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腿好像被咬了，你帮我看看。好白的腿。这林姐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，她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哎，林姐，你被毒蛇咬了，情况很严重，我得马上帮你吸出来。解蛇草，这种草药可是专门解蛇毒的。他手法真不错。林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舒服。是感觉好多了。铁生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变了一个人？还有你的腿，什么时候好的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岔开话题才行。哎，林姐，那边好像很多草药，我去看看。铁生，你是不是想采草药啊？我知道一个地方长了一株大灵芝。林姐，在哪儿啊？但是灵芝长在悬崖峭壁上，采起来不容易的。不试试又怎么会知道能不能采到呢？哎，林姐，你快带我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哎，林姐，今天多亏你带路，才能得到这极品上等灵芝啊！你刚才吓死我了，
那么高的悬崖你都敢去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跟你家人交代？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不好，是隔壁横岭村的地痞无赖。灵芝，是你这个死瘸子偷走的呀？还是刀疤有办法？看来这瘸子去采摘灵芝，故意没有现身，等把灵芝采到之后，可以坐享其成。这灵芝是野生的，怎么能说是你的呢？放屁！你个死瘸子，胡说八道！这个山头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兄弟俩的。现在把灵芝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把你另外一条腿也给打断。还敢躲？我不想惹事，但是希望你们也别得寸进尺。这些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，一旦沾上了，就很难甩掉了。还是不要招惹的好。欺负你又怎么了？难道还敢动我们一下不成？敢拍我的手，弄死他！刀不是这么玩的，只要我稍稍动一下，他就跟这个美丽的世界说拜拜了。还敢不敢嚣张？不敢了，张哥，放过我吧！滚！现在张铁生不但腿不瘸了，还把隔壁村的2个恶棍打得落荒而逃。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张铁生吗？铁生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厉害的方面多着呢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哦，那还有哪方面厉害呢？让我见识见识。林姐，咱们快回去吧，天气太热了，待会儿该中暑了。这小子真是越来越让人喜欢了。月月，我回来了。哥，有什么收获吗？你闭上眼睛，哥呀，给你变个魔术。就知道装神弄鬼。好了，可以睁开了。哇，这么大的灵芝，应该能卖很多钱吧？这下咱们家是真的发达了。能卖多少钱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卖过这个灵芝，自然也不知道价格。不过这灵芝这么大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那你打算啥时候拿去问问价呀？这么大的灵芝放在家里面，我也不放心。这样吧，月月，你在家等着，我呀，现在就拿它去城里碰碰运气。哎，哥，如果能卖个大价钱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买点肉回来呀？就一点点就好，我就想解解馋。这明明是一个很普通也很低的要求，可是以我目前的条件，却不能那么轻易的满足它。行，放心吧，我多买点，让你啊吃到腻。这就是同济堂了。刚才问了一路，都说这里收草药给的价格最高。老板，请问你收野生灵芝吗？什么野生灵芝？拿出来看看。这500，不卖的话就上别的地方看看。就算我不懂这行，但是不管怎么算，这么大一块灵芝也不止500块吧？哎，老板，你再看看，这灵芝可是野生的。爱卖不卖，我没说你这是假货已经不错了，你还敢蹬鼻子上脸？就算是不收取别人的东西，也不至于态度这么恶劣吧？就是，态度也太恶劣了。你们不懂，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假的，我能给你500块钱，完全是在可怜他。什么事这么吵？大小姐，这个人拿着假的灵芝想要骗我们，我正要赶他走呢。大小姐，她是同济堂的大小姐夏雨涵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，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。看什么看，赶紧滚！住口！堂叔，你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连灵芝的真假都看不出来，你没资格继续在这里干下去了。去财务部把工资结了吧。大小姐，我只是一时看走了眼。我不管你有没有看走眼，就冲你对顾客的态度，你就没必要留在这里。让你自行离开，是给你最后的体面。小哥哥，这是你的灵芝吗？对，是我的。品相不错，我给你这个数。500，我还以为能卖个100-200块就不错了。不是5000。
你要是愿意卖的话，我现在就拿钱给你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给。如果你以后还有什么宝贝的话，就拿过来给我吧。一定一定。5000块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可以买很多肉了。月月知道了，肯定很高兴。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叫张铁生。铁生你好，我叫夏雨涵，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月月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什么回来了？这么多肉，哥，你把卖肉的打劫了？哎呀，以前真是委屈妹妹了，以后我要努力，让妹妹每天都有猪肉吃。哎呀，瞎说什么呢？赶紧坐下，我呀去林姐那一趟。林姐，林姐，林姐。铁生，你来的正好。林姐，我可啥都没看见啊！瞧你那点出息。不，林姐，我是来送肉的，我把猪肉放那儿我就走了。这小子活该单身。哥，来吃饭了。月月，你这青椒炒肉里面只有青椒，都看不见肉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吃肉吗？怎么只炒这一点啊？我知道你买了很多，但是咱们家也得省吃俭用呀，一次就吃完了，下次不就没得吃了？哎呀，咱家又没冰箱，这肉再不吃啊，马上就要坏掉了。可是张铁生，给我滚出来！张铁生，给我出来！几位大哥，我哥要是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，我替他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是啊，铁生哪里得罪你们了？向你们道歉还不行？哎呀，铁生家太可怜了，居然惹上刀疤这号人物。这下铁生家不安生了。你说铁生招惹谁不好，非要招惹他们？对不起，爹，好狠啊！找死！哥，别跟他们动手，咱们斗不过他们的。放心吧，月月，这一次我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先把德望书扶进去。我也是。看盘我们哥俩，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？那你们想怎么样？你赔1万，这事儿就这么算。我们一人5000。原来是要钱的呀，那好说。等一下，我就烧给你。我的眼睛！这张铁生，你找死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解决了张铁生，然后再抓他妹妹回去抵债。这铁生今天是怎么了？下手这么狠？有人欺负你家里人，难道你还坐着等死吗？哎呀妈呀！想跑，我这一次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你。还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把我家里搞成这样，你说我想怎样？赔，我赔，砸烂的东西我全赔。好，刚才你们2个，一人问我要5000块钱，行，我要的也不过分，你们2个一人给我1万，有没有意见？你家的东西也不值那么多钱啊。是啊，就算把你们家拆了，也不值2万。不值？哼，看来你们的小命已经不值钱了。行，不用你们赔了。赔？我们赔，就算一人2万，我们都愿意。赔，算你们上道。明天天黑之前，我们一定把钱送过来。啊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滚！要是有办法可以随意控制香蕉这些瓜果的成熟快慢就好了。咒语？难道这些咒语能控制香蕉提早成熟？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个符咒也能把我家那边香蕉地的香蕉全部催熟了。哎，林姐，林姐，铁生中彩票了。哎，林姐，你快尝尝，口感怎么样？你想吃的话，我家里还有很多，我走了。这小子，哼！
香蕉，卖香蕉，香蕉嘞！你这香蕉是哪里的呀？哎，大姐，我这香蕉啊是本地的香蕉，价格实惠，童叟无欺，要不来2斤？胡说的吧，本地的香蕉还是生的呢，怎么可能会是本地的？大姐啊，这是不是本地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好吃，你喜欢吃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样大姐，我给您掰一个，您来尝尝，不好吃啊，不要钱，行吗？怎么样？这香蕉多少钱一斤？再给我来10斤，太好吃了。大姐啊，我这香蕉5块钱一斤，你确定要来10斤吗？别人都是2块3块的，凭什么你的要5块？大姐，做生意啊，讲究的是1分钱1分货。我的香蕉又大又甜，凭什么不能比别人贵呢？行吧，给我来10斤。好嘞，不会是托吧？一下就来10斤？不会是托吧？一下就来10斤，还是5块？很有可能。我在这看半天了，俩人极像是演的。数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啊，这样吧，每个人啊都可以尝一尝。我们都能尝？没有套路吧，老板？来，尝尝。放心吧，没有什么套路，一人可以尝1根，好吃再买。老板，给我来10斤，太好吃了。老板，给我也来10斤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来，这是你的。来，阿姨，这是你的。哎，来，慢走。早知道卖这么快，我应该多摘些来卖的。老板，还有香蕉卖吗？美女，今天的香蕉卖完了，你明天再来吧。我刚刚听人家说你家的香蕉很好吃，我想来买的，谁知道还是晚来了一步。哎呀，美女，你要是真想吃的话，我这里还有1根呢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想干嘛？原来是真香蕉啊！我还以为他要……这根香蕉，我打算回去路上吃的。你要真想吃的话，就先给你吃。这还能吃吗？美女，我这是从口袋里拿出来的。你看，我这有口袋。不用。好在香蕉是要剥皮才能吃的，否则我是真吃不下去。这根香蕉的味道好奇特呀，好软，好糯，口感极其丰富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下次想吃的话，明天早点来。那你明天还来卖香蕉吗？我明天还来。那我先预定100斤。100斤？那我明天岂不是能挣到一大笔钱了？那我先预定100斤。100斤？美女，你想清楚了，我这可是5块钱1斤的香蕉，100斤香蕉，你自己一个人你吃得完吗？我确定100斤，5块钱1斤不后悔。我是开水果店的韩小云，我先订一批香蕉，如果以后可以的话，我们常合作。明天见。行，那明天见。他竟然是水果店的老板，这我有催熟福，要是和水果店搭上线，那以后就再也不用愁没钱了。哥，我去咱家的香蕉地看了，怎么咱家的香蕉都熟了？还不是你哥的童子尿厉害啊！这几天啊，我一直用你们买来的书研究医学，熬点汤药什么的，我现在的童子尿可比以前管用多了。喏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，哥？卖香蕉赚的呗，明天会赚更多。以后啊，像肉啊那些什么东西的，你想吃多少就买多少。老板，给我来20斤香蕉。我这儿没20斤给你了。老板，你这做生意不诚实啊！你这明明有20斤香蕉，你却不卖给我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我这香蕉是……他确实没有那么多香蕉给你了，因为他这100斤都是我跟他提前预定好的。你们把它搬回去吧。等等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敢抢劫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们。你误会了，他们是来帮我搬香蕉的，我一个女孩子又搬不动。给，你查查说的对不对？老板，我拉回去看看卖的效果，效果好的话常合作。好。
你看现在没有那么多了，只有1斤了，要不先来1斤尝尝？行，那先给我来1斤尝尝。好嘞。等等啊，这1斤给我。这小子生意太好了，让卖西瓜的李华强盯上了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李华强在这一带可是有名的恶霸，可不是好惹的。哥们儿，你这香蕉多少钱1斤？5块钱1斤。我操！你这香蕉皮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香蕉瓤是金子做的？你看看现在哪有香蕉？这都是大棚的香蕉，你嫌贵，我还嫌贵呢。行，给我拿1斤吧。先尝一个吧。呸！呸！你他妈这香蕉酸的，我操！拿个酸香蕉糊弄我，我操！我看你是故意找茬是吧？是你他妈拿的酸香蕉搁这儿糊弄人！我告诉你，明天不许搁这儿摆，要不然我欠你1次打你1次！操！啊！把我箩筐给我捡回来！你还是自己滚过去捡回来吧！我告诉你，明天你要是还在这儿摆，我踢的就不是筐了。我再说一遍，把我箩筐给我捡回来！你他妈找死是吧？我问你，我明天还能不能在这摆摊儿？能，我就在那边摆摊卖西瓜，你想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，我免费给你吃大西瓜，保熟啊！把我箩筐捡回来，放到原来的位置上。还有我的香蕉，5块钱1斤。好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这么多人围在这儿干嘛呢？哎，居然惊动了唐父，他仗着他舅舅的关系，在这一带横行霸道，专门吸摊主的血。这小子可惨喽！估计这小子得出一大笔钱了。父哥，这小子不懂规矩啊，这私自搁这摆摊儿。我真想过来说他2句，他还把我给打了。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！谁允许你在这儿摆摊的？交钱了吗？哼，这是公共区域，我在这里摆摊儿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许可，也不需要向任何人交钱。你年纪不大，语气还挺狂的。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这儿是谁的地盘，还有什么规矩。好啊，那你让我知道知道，我正好想要学习学习。小子，你挺狂啊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这里是谁说了算。唐哥，他年轻不懂事儿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我帮他给钱。500块钱，我要他出500块钱，要不然他现在就得从这里滚蛋。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欺负别人算什么本事？他妈的，你敢砸老子？等会儿老子让你们好看！都吼什么呢？舅舅，我刚在菜场外面让那些穷鬼给打了，你快来替我做主啊！是熊建新，是菜市场的总负责人。完了，这小子麻烦越惹越大。这个小子太倒霉了，跟在他身边的好像是个专员，叫李康辉，我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他。这都是大人物。都瞎吼什么？赶紧滚！熊老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熊老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个猪脑子，知道今天这个日子有多重要吗？这个时候出什么岔子，那么菜场评级的事儿就黄了。舅舅，这些穷人也太可恶了，他们拿东西扔我！闭嘴！李专员，这个是我外甥，市场管理员。可能刚才就是跟商贩他们发生一些小矛盾，您先上我办公室坐坐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上头把这事儿交给我了，那我肯定也认真对待。现在说说吧，具体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我外甥说呀，可能是有个老大爷的竹筐被踢翻了，于是乎呢，他就说了几句，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，然后发生一些小矛盾。李专员，这块太脏了，您还是先去办公室吧，我等会儿把报告书拿给您看看。哎呦，瞧这位大老板说的话呀，是不是只有出了人命才不算小争执啊？我们这些农民的命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值钱？我们这些农民的命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值钱？小老板，这位是唐福的舅舅，也是这个菜场的老总熊建新，少说2句吧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哎，那你说说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好外甥向我们非法收取保护费，
小兄弟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我们大家在一起都挺和谐的，怎么可能会非法收取你们的保护费呢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在公共区域摆摊儿，你外甥凭什么问我们要钱啊？熊老板有这种事？这小子想搞我呀！小兄弟，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。外边这块场地呢，虽然说不归我们菜市场管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菜市场，你还能来这摆摊吗？我们家小夫眼界是小了点，是向你们收了一点点钱，但那也不能说那叫保护费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哎，顶多呢，就算是什么卫生费啊、垃圾处理费之类的。每次你们摆完摊走了以后，剩下那么多垃圾，哎，总得有人处理吧？就算外边这块地方是公共场地，那我们也没有义务帮你们收拾垃圾吧？我操，这书读多了就是有好处，说话都跟老母猪戴奶罩一样，一套又一套。那啥卫生清理费要一个人收500块啊？本以为唐父平时只收个几十块，狗个外快而已，没想到心这么黑，居然一人要500，比我还挣钱呢！小兄弟，你肯定是搞错了，我们可能是象征性的收了一点点钱，但是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多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收过你500块钱了？你刚刚就向我们收500块钱，哎，这附近的摊主都可以作证。哎，各位，李专员是青天大老爷，你们平时有什么委屈都一一的说出来，我相信啊，李专员肯定为我们做主的。没错，唐父刚才确实问我们要500保护费，说不给就打我们，还说有他舅舅为他撑腰。没错，唐父刚才确实问我们要500保护费，说不给就打我们，还说有他舅舅为他撑腰。没错，李专员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这些人本来就不容易，唐父和他舅舅还让我们交保护费，不交就打我们。熊老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李专员，你听我说，李专员，滚！舅舅，你别丢下我呀！小兄弟，你以后就是我们的英雄，以后我们对你马首是瞻。没错，以后我们都听你的，小兄弟。哎，都听你的。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，天天买肉吃啊？哎，放心吧，这都是你哥自己挣的。哥，你干什么能挣这么多钱啊？你不会……傻丫头，你想什么呢？以后啊，青椒炒肉你多放肉。张德旺呢？大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德旺呢？张德旺！张德旺，你借我的钱今天也该还了吧？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，再宽限几天吧。还宽限一段时间呢？我去年借钱的时候你就说今年年底还的，这都过了1年了。我不管，你们家今天不管是砸锅卖铁，必须把这钱还给我，不然啊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哎呀，当时不是没生病吗？谁知道后来腿生病了。铁生那会儿呢，腿也有毛病，我们俩都不能出去打工了。现在我们俩都好了，我明天就去找份工作，等工资发了，全都给你。我也去。月，你听话，你去读书，什么事儿都不能耽误你读书。跟你们是亲戚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我。赶紧还钱，一个个都这么穷。大姑，我答应你，欠你的钱1星期之内我还给你。我呸！其实这几天赚的钱足以还清向大姑借的钱了，但月月考上了好的大学，学费要1万块钱。德望叔整天发愁的睡不着觉，要是先还了大姑的钱，月月的学费更不够了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你之前说的1年，现在又说1个礼拜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？1个礼拜能赚那么多钱吗？你衣服都破成啥了？穿的跟个要饭似的。嫌我说话难听啊？那好，把钱还给我，我立马走人。大姐，我们现在真的没钱啊！要是有钱的话，我们早就还给你了。你看我们现在这……哎呀，得，你不要在这跟我装可怜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儿子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今天这个钱说什么你们都必须得给我还了。穷光蛋，这破地方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。大姑，我劝你嘴上积点德吧。我不积口德，我……大姑，我们现在还你钱。那好，赶紧把钱还给我，别光放屁不办事。大姑，这是欠你的5000块钱，现在我们2清了。我就知道你们有钱，
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呀，都是激励你们的啊，别往心里去。大姑，我说的两清，并不是单纯的指债务两清。现在请你离开这里，这里不欢迎你。真以为自己拿出来这笔钱就是土豪啦？还是一群穷光蛋？这又不知道借的谁的钱，破地方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。你们以后就算是饿死了，我也不会再看你们一眼。大姑，我们已经还过钱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说话这么难听？我说的是实话呀，你们全家是穷光蛋，全部都是。铁生，是你？我是向张大爷打听才找到你家的，我有事想跟你谈谈关于生意上的。生意？这不是百果园的韩小云吗？他怎么会找张铁生谈生意？可以啊，我是想跟你签个合同，就是你以后的香蕉只能卖给我一个人。简单来说的话，你是想垄断我的香蕉呗？垄断香蕉？韩小云怎么会来垄断张铁生这个穷光蛋家里的香蕉？我们家的香蕉什么时候这么受欢迎了？那价格呢，韩小姐？既然你提出了垄断的想法，那价格自然不能再跟之前一样了。以后我这个店的收入给你3成。百果园的3成，那岂不是发财了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韩小姐，你或许不知道吧，他们就是一家没文化没本事的穷光蛋，种出来的香蕉也是最烂的。你要是想合作的话，我家里也有。闭嘴！再敢对铁生不敬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如果你嫌少的话，那咱们4-6开。百果园的4成，骗人的吧？肯定是骗人的。如果4-6你还不满意的话，那就5-5开吧。不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怎么分你说了算，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。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，这个店的收入咱们5-5开，以后你种出来的香蕉都要送到这个店里来。你看看吧，如果没有意见就签了吧。咱们以后就按合同办事。没问题。一个破香蕉，我就不信能签下这合同，拿走百果园5成分红，骗人的吧？合同肯定是假的。合同是假的，钱应该不会吧？我想你应该需要这笔钱，你就尽管拿着吧，从你后面的分成里扣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从我的分成里扣吧，把利息也算上。好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铁生，又来，该不会又是来给你送钱的吧？这不是卖水果的，同济堂大小姐。看来欠我人情的人挺多的，各行各业都有呢。铁生，我找你有急事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，多少钱都可以。什么事儿？我好闺蜜她爷爷生病了，药方里需要5列黄连这味药，这可是一味很稀有的药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。我就想着你能找到野生大灵芝，那会不会可以从你这里找到这个？就打听到了你的住处，摸了过来。这夏雨涵人还不错，可以帮一把。至于她闺蜜爷爷的病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那我就有办法。你闺蜜爷爷得了什么病？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那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兴许我有办法。你还会给人看病？你知道我闺蜜她爷爷是什么人吗？那可是我市第1大集团萧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可是身价几十亿的人，要是稍有差池，1万个你都不够赔。这么厉害的人物，张铁生要是给治出毛病了，一定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家铁生医术可高明了，连死人都能给救活了。大姑，先去看看病人情况吧。那好吧，我带你去试试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可千万不要勉强。就算医治不好，也没有人会怪你。行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来，拿着。得意什么啊？
治不好看你怎么收场。大姑，我哥治不治得好，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请你赶紧出去，我们这儿呢不欢迎你。走就走，你们这破地方我还不想多待呢。是，就是不欢迎你。夏小姐，我们家小姐没在家呢。小管家，我今天不找她，是带了位高人来给萧爷爷治病的。好，老爷在楼上，请吧。以后我也要住上这样的大房子，这有钱就是好，睡觉的地方都这么大。你在嘀咕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级的地方，有点眼花。一会儿小心一点，千万可别勉强自己啊。走吧。向坤，向医生。他是萧爷爷的私人医生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向医生，这位是我朋友，来给萧爷爷治病的。夏小姐，你带这样一个人来给萧董治病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药王能力失灵了？等等，这个杯子，安眠药。哦，哎，你什么身份啊？脏手就敢往上面凑？萧董这样的人，也是你这种货色能随便碰的？向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我带来的人，出了什么事由我来负责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负责？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哼！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萧爷爷的病因我已经清楚了，我马上就能治好他，你瞪大眼睛看好了。你能治好他，简直是笑掉大牙了！你要是真的能治好他，我当场跪下来给你磕3个响头，认你做师傅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当然，不过你要是治不好他的病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哼，要你跪下来磕头喊爷爷，然后下半辈子都跪着走，就像条狗一样。铁生，你没必要跟他打这个赌的。放心吧，约翰。哎呀，夏小姐，人家想要出头，嘿，你干嘛不让？难不成他是你的心上人？你向医生是吧？注意你的言辞，否则我定让你后悔。我随时恭候，你让我后悔，请吧。哼哼，你这个土包子还会给人治病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怎么了？怕了？不是。那怎么不快点治病？因为萧爷爷根本就没病。什么？萧爷爷没病？那他怎么会一直昏迷不醒？铁生，你没把握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慢着，病还没治呢，就想走？这里可不是你们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。既然没本事，那就跪下来磕头叫爷爷。什么叫没本事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萧爷爷根本就没病，他之所以昏迷不醒，肯定是有人故意做了手脚。萧振国根本就没病，这是被人喂了安眠药，所以才一直不醒。我现在就能让他醒过来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萧董也是你能随便碰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萧管家，铁生是我带来给萧爷爷治病的，向坤不让。你带这样一个土包子过来，到底是想救人还是害人？谁说得清楚？萧管家，赶紧把这个土包子赶走，免得他把萧董给害了。我只需要1分钟，如果我不能让萧爷爷醒过来，随便你们处置。1分钟？嘿嘿，年轻人，你可不要太狂妄啊！萧管家，这种人的话能信？赶紧把这个土包子赶走吧。铁生说萧爷爷没病，我相信铁生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拼了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给我滚蛋！我是萧董的私人医生，我要保护我的病人。好，我就给你1分钟。萧董一直昏迷不醒，确实非常的蹊跷。兴许在张铁生误打误撞之下，
情况会有所转机呢。你看看，啊，小管家，我就说他一个土包子，知道什么是治病啊，还不快点把他给赶走啊！不，是抓起来！铁生，你快走！哎呀，你们都急什么呀？这不还没到1分钟吗？你们为什么不看看病人现在的情况呢？哎，想跑？我为什么要跑？我只是想去上个厕所。想上厕所可以，不过得先磕完头再去。让我给你磕头，你也配？我不配。这人什么来头？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？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认了吧。还有呢？是。闭嘴！你这样的败类，不配喊我师傅。真解气，不过看铁生平时老老实实的样子，没想到这么记仇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吵啊？老爷，你总算是醒了。萧爷爷，你可算是醒了，我们都担心死你了。我这是睡了几天啊？3天了，老爷。自从你得了这怪病之后，请了不少的名医，只是每次你醒来之后，很快又会陷入昏迷。哦，是这位年轻人治好你的，老爷。哎，年轻人，您刚刚说我们家老爷根本就没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萧爷爷不仅没有病，而且身体还很健康。他之所以一直昏迷，是因为这个向坤给他吃了安眠药。而那里面装的就是安眠药。年轻人，你确定那杯子里是向坤下的安眠药？哼，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把那安眠药拿来，给向坤尝一口。小管家，我不是有意要害萧董的，我只是想要保住这个工作，因为萧家给的报酬非常高，所以只要萧董一天没有康复，那么我就能拥有这份高报酬的工作。他只是一个医生而已，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，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向坤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萧董下药！萧管家，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还有下次？饶了我吧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滚吧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。年轻人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张铁生。您治好了我家老爷，请问这个诊金需要多少？不用，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不用诊金了。张铁生不主动开口，难道是想要更多？张先生，这是1000万支票，作为您的酬劳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真不要什么酬劳的，就是把一个睡着的人喊醒而已。这白得的钱拿了心里不踏实。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等一下。张先生，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拿上这张名片来萧家，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所有困难。萧家家主的特制金卡，拿着它就拥有一次调动萧家全部产业的机会，只要不损害萧家，就相当于家主亲临，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！好，琪琪，雨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来找我的吗？他是张铁生，是我带来给萧爷爷治病的。他可厉害了。雨涵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没搞错吧？他浑身上下没点像会给人看病的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土包子就喜欢骗比他们高档次的女人吃软饭。真的，萧爷爷的病已经被他治好了。雨涵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
我爷爷的病是不是被他的私人医生给治好的？他就进去看了一眼，出来说骗你，说他治好的。雨涵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呀！哎，你放肆！多亏了张先生，我才能没事儿。现在相信了吧？铁生他真的很厉害，他只是运气好，有什么可厉害的？丫头，爷爷平时都怎么教你的啊？快给张先生道歉！我才不会给这样的土包子道歉呢！快道歉！对不起。哎呀，萧大小姐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没听清楚啊？张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听见了没？对不起。好，好，好，看在萧大小姐这么真诚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张先生真是宽宏大量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那是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张先生请来。为了感谢你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可以啊，走。想吃鲍鱼？行。我的头好痛啊！昨天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会在酒店房间啊？还好，我还以为被夏雨涵占便宜了。不过也是，她那么漂亮，怎么能看上我呢？哎呀，难道他真的给我了？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给夏雨涵打个电话问问，就算我问了，她一个女孩子肯定不好意思说这件事儿吧。算了。喂，醒了没？是他。昨天你喝多了，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，就把你送酒店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啊，你都知道了？你知道什么了？你在说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莫名其妙，这不是？算了，不跟你吵了。我今天有点急事，就不能送你回家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这是暂时不知道怎么面对我，才避而不见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好的，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。哦，还有，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莫名其妙嘛，这不是？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哥，你昨晚去哪儿了呀？我昨天晚上跟别人谈生意去了。你都这么大了，就不用替我担心了啊。不是哥，昨天晚上咱们家出事儿了。出事儿了？张红霞又发疯了？那倒没有，是咱们家的香蕉树被人给泼了硫酸，现在香蕉树都发黑，香蕉全部都掉了下来，香蕉也全部都烂了。啊？什么？这……张铁生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香蕉树被人故意破坏掉了。什么？谁做的？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？会不会是杨峰？杨峰？杨峰他来找你了？昨天晚上来的，找我谈合作，被我拒绝了。那肯定就是他了。他这个人心黑手更黑，肯定是来找你谈合作，你没同意，才一气之下毁了你的香蕉树。我有办法能证明是不是他干的。喂，哪位啊？喂，杨老板，我铁生。哦，是张先生啊。怎么了？我想通了，我们合作吧。不好意思啊，铁生，最近我不太想做香蕉的生意了，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吧。挂了啊。已经基本上确定是他干的了，因为他知道我手里边没有香蕉，所以才会是这种态度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我打算把他的店变成我的，刚好我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。那你要怎么做？能不能先借我5万块钱？可以，别的你不说，我也不会问。
行，你先回去吧，等我有消息通知你。好，那有消息就联系我。杨峰，你想要香蕉是吗？那我就找个地方给你多多的香蕉。哎，不是你这个王八蛋，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上次以为这个臭瘸子被我打死了，害得我出去躲了好几天，可受了不少罪。哼，没事儿，路过。明明是他撞了我，还需要我向他道歉。现在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胆小懦弱的张铁生了。啊，上次没弄死你，算你走运。这次你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今天老子要在这儿弄死你！张瘸子，你给我整什么了？给我解开！你给我解开！是你的！王八蛋，听说你最近一直找我呀？啊，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以后见着我必须喊声张爷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。呸！张爷，张瘸子，张爷，哎，这就对了嘛。这2万块钱给你的，一呢是给你的医药费，二呢是我要买你家一样东西。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张瘸子，爷，张爷，你要买我们家什么东西？也真是巧了，本来我出门就要找他呢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我要买你家那块香蕉地。我家的那片香蕉地在后山偏僻的不行，我家人都懒得去管，树上也没几个香蕉，不会上次被我脑袋打坏了吧？竟然出2万块钱，卖不卖？卖！行，这钱你拿着啊，记好了，你们家的香蕉地归我了，没事少去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。这瘸子是真的傻了，我家那片香蕉地谁去呀？那么远，常年还没人走，那路边上的路都被杂草长满了。本来还以为2万块钱他得还几下价呢，没想到这么轻松，还剩了3万块钱。我知道，滚！滚！张爷，这就滚！王麻子家里的香蕉树东倒西歪的，又没几个像样的，仅有那几个又轻又巧。虽然有催熟符可以让它们成熟，但数量不够啊。这是催生咒。太好了，有了催生咒和催熟咒，我再也不用担心产量了。你听我的就没错。哎，说这项产量绝对高，听我的没错。这不是张铁生吗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买水果啊？是啊，张铁生，你来我的店铺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杨总，我这次来呢是想找你谈合作的。张先生，我找人调查过，你的香蕉树被毁了，香蕉也全都被踩坏了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有什么本钱跟我谈合作呢？就是，你都没香蕉了，你拿什么谈合作？才这么一会儿时间，他们就了解的这么详细了。不是他们搞的鬼，恐怕他们自己都不相信。杨总，我赶来，自然是带了本钱的。这个就是我的本钱。杨总，要不要尝尝，看味道怎么样？哎，太好吃了！我开水果店这么多年，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香蕉。
难怪这些香蕉能卖得这么好。张先生，据我之前的调查，你的香蕉产量可没这么多。你这些香蕉是……就是，你家有几棵香蕉树，我还不知道啊。你之前的那些香蕉树啊，已经被全部摧毁了。杨总，你应该听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的道理，所以啊，我自然不止一片香蕉树。还有，大姑，你自然也不知道我为啥种的香蕉能这么好吃，那自然其他的事情你更不可能知道了。张先生，来，我们谈合作。哎，杨老板，你别信他的，他这次来肯定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，你可千万别……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教我做事？张先生，你继续说你的要求。如果杨总对我的50%的股份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现在可以签合同了，可以确定合作了。好，我去拿合同。张先生，你看一下，50%的股份你也配？等水果店生意彻底火爆起来，我就找个理由把你踢掉。以后再也没有果然好水果店了。好，杨总，这些呢就够今天卖的，我明天再来。好的，好的。喂，铁生老弟啊，你的香蕉什么时候运过来啊？香蕉？什么香蕉啊？哎，铁生老弟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咱们昨天签了合同的，我给你一半的股份，你给我提供香蕉。哦，原来是这件事儿啊！哎呀，铁生老弟，你总算想起来了。不过，今天没有香蕉。张铁生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香蕉没了？而且我打你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就是香蕉没了呀，没什么意思啊。那你的那些香蕉呢？香蕉没了呀，那香蕉地也被破坏了，你不也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还有块香蕉园吗？多少摘点给我。哎呀，杨总，这香蕉成熟是需要时间的，那已经成熟的，我昨天已经运给你了。张先生，你在算计我？你这话说的，我确实是没香蕉了。不过咱俩可是签过合同的，杨总，这果然好水果店有我50%的股份，你不能反悔啊！这我可不管，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。你拿了我的股份，就必须每天给我供应足够的香蕉。那反正我现在已经没香蕉了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啊！你骗了我的股份，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哎，这股份是你自愿给我的，而且有合作作证啊，你不能反悔啊！行，你等着，慢走。哥，这人心黑手也黑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他的店马上不是他的了。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做呀，哥？你看，果然好，一半的股份都在我手里。你猜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出价买他的水果店，他会怎么样？我猜他会把水果店卖了。聪明，而且啊，不是高价，因为啊，他已经没了一半的股份。行了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交给我了。咱们有好的香蕉，再加上有果然好这个老字号的店铺，咱们呀就可以赚更多的钱。以后啊，你每天都可以吃肉了。喂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我买下果然好水果店。什么？铁生，如果你想开水果店，我可以支持你，但你不能这么直接要，你懂不？不，你误会了。我现在呢，已经有果然好水果店50%的股份了。你呢，可以用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买下果然好的另一半。你家呀，不是卖水果的，你去啊，
他们呀不会有更高的防备。买下来之后呢，算是我们一块儿开的水果店，我呢提供大量香蕉，利润平分，或者呢，我也可以经营这家店，把你的成本啊带利息返还给你。原来是这样，行，我帮你这个忙。那咱们果然好店铺门口见。好。萧小姐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帮你，我是帮夏雨涵。既然要买店，思琪小姐的气质肯定比我强。你在这里等着吧，我和思琪进去谈好了跟你说。确实，萧思琪这种玩世不恭、花钱比较随心的，更适合这种。你就是老板是吗？我要买你的水果店，你直接开个价吧。大小姐，不要这么冲动啊！现在咱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清楚，这样决定太草率了。这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爸给了我几个亿，让我回国投资，这小小的水果店，他能花得了我多少钱？没想到还是只大肥羊啊！不过在他来之前，我还没有要卖掉水果店的想法。你的店卖不卖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要是不卖，我就去买别人的了。大小姐，你可要三思啊！就算你现在对水果店感兴趣，也得等我回去调查清楚再说。这个人真讨厌，一直吹耳旁风。我的大肥羊，可千万别放弃之前的想法啊！这位小姐，如果你对我的店铺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细谈。因为香蕉事件，水果店现在生意不如从前了，一半的股份又在张铁生那个王八蛋手里，还是不如干脆卖掉好。请问这位小姐如何称呼？萧思琪，萧振国是我爷爷。原来是萧家的人呐，怪不得这么豪气。这次可是真的遇到大肥羊了。萧小姐你好，鄙人姓杨，叫杨峰。小杨啊，你的店多少？你直接开个价吧。大小姐，可不能那么草率。现在国内什么行情，咱也不知道，万一被骗了怎么办？这位小姐，我杨某人一生讲究2个字，那就是诚实，所以我根本不会骗2位的。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。咱们刚回国，也不太知道行情，是很容易被骗的。小杨啊，这事儿你等我回去调查一下市场再说吧。这可是只待宰的肥羊啊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换成别的买家，别说卖高价了，有没有人接手都是问题啊。萧小姐，你别急着走啊，我肯定以正常的价格给你，绝不多收你1分钱。大小姐可别听他的，现在做生意的没有一句是实话。哎呀，麻烦死了，你直接说个价吧。大肥羊终于要上钩了，不过我现在只有1半的股份，也不能卖得太高，而且太高会把这个大肥羊吓跑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大小姐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只有1半的股份，这个店铺市场价应该是100万，你给我50万，我把我那另1半股份给你，怎样？不会听说我只有1半的股权，直接不要了吧？才50万，简直就是小钱嘛！早知道多要点了。这价可是你说的，别反悔。现在把合同签了，这钱就是你的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写合同。50万就50万吧，反正现在生意也不好做，能保住本就行，不奢求赚太多了。萧小姐，这是股份转让合同。小杨啊，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走吧。是，我这收拾。杨老板，张铁生挑着2大筐香蕉在门口站着呢，这是来给你送香蕉了。什么？张铁生挑着2大筐香蕉，正好就站在门口了。是啊，哎，这不是夏雨涵夏小姐？你认识她？认识啊。啊，她是同济堂的大小姐，跟张铁生还是好朋友呢。什么？糟糕，我中计了！
杨老板，杨老板，这个时候发现不对劲，是不是太晚了点？现在的果然好水果店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，赶紧啊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走人吧，别耽误我们卖大香蕉。杨老板，赶紧离开我们的店铺吧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张铁生，你不是没有香蕉了？这个倒不需要向你解释了，反正这个店呀，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。你故意阴我，把我的店给骗走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杨老板，你确定啊？你这么大一把年龄，要跟我动手？杨老板，你没事吧？都是你，后来让我去招惹张铁生，现在好了，我经营一辈子的水果店没了，现在店生意这么火爆，我1分钱分红都没有，都怪你！还敢跑？看我追上你，把你的腿给打断！老先生，哎，老先生，来，慢点。老先生，怎么样？是你救了我，年轻人，谢谢你。我姓孟，你可以叫我孟老，是孟家大酒店的董事长。刚才啊，心脏病犯了，又忘了带药。如果不是你呀，我可能就没命了。据我刚才观察，你这个应该不是心脏病，是之前心脏受过伤，现在淤血堆积了一块散不开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吃的那些心脏病的药物应该作用不大吧？啊，年轻人，你怎么称呼？我叫张铁生。啊，好的，我记住你了，年轻人。你要多少酬金？哎呀，举手之劳，不要钱。年轻人呐，救命之恩你都不求回报，这品行啊实在难得，但我可不能知恩不报。哎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事啊尽管来找我。另外，有了这个卡片呀，以后在我们孟家大酒店所有消费全部免单。哎，孟老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我们在到处找你。孔老，你来的正好，遇到神医了。铁生啊，这位是孔老，是咱们县城教育局的局长。孔老，你来的正好，遇到神医了。铁生啊，这位是孔老，是咱们县城教育局的局长。小伙子，你是神医？孔老，您过奖了。孔老，没猜错的话，你最近是不是一直持续性头疼？怎么吃药都不管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小伙子，你不愧为神医啊！这望闻问切已经到了望的地步了。都说了是神医啊！铁生啊，可不可以帮孔老治一治？当然。好了，你感受一下。太好了，我感觉不到一点疼痛了。好了，你感受一下。太好了，我感觉不到一点疼痛了。小伙子，你这医术真是让老朽佩服啊！你要多少诊金？只管开口说。哎，我不要诊金，区区小事，能值多少钱？现在我是发现了，只要不要诊金就能获得卡片啥的，那可比诊金更值钱。诊金都不要。小兄弟，那你就收下我的名片吧。
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张先生，医术这么高明，有没有开个什么医馆？啊，孟老，我的医术呢，是一位隐士高人教我的。他告诉我说，医术是悬壶济世之术，并不是什么盈利之术，所以呢，也就没有开什么医馆。原来如此。那张先生，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工作呀？我主要是靠卖香蕉为生。张先生是开水果店的？对啊，果然好水果店就是我经营的，主要经营香蕉。那张先生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孟家大酒店可以向你大量采购香蕉，只要你有香蕉，每天啊给我们提供100斤，我们按市场价给你算，怎么样？这样我每天都会固定有100斤的固定利润了。太好了，孟老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货，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向你提供？当然，只要你有货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现在的萧家大酒店每天需要100斤香蕉，果然好那边每天也需要30-50斤香蕉，必须找到更多的香蕉树才行。山根村的香蕉树也就那几棵，反而这南洼村香蕉树比较多。来这儿买几片香蕉地，多种一点香蕉树。哎，大哥，麻烦问一下，这里有香蕉地出售没？小伙子，你要买香蕉树啊？我劝你啊，别买了，赶紧走吧哈！哎，为什么呀？小伙子，南洼村的气候不适合种香蕉。前2年啊，从外面来了一个大学生，说种香蕉树啊能赚钱。村长带我们找了好多空地，种了好多香蕉。结果长出来不好吃，费力不讨好，大家啊也就不管那些地了，都荒着呢。你买回去也没啥用，浪费钱。这个大哥心地还挺善良的，不过香蕉在他们手里确实没啥用，但是到我手里那就是白花花的钱啊！大哥，我就想自己去种香蕉，你呀就别劝我了。这样吧，你把手里有香蕉地的都给我聚集起来，我呀愿意每分地出3000块。什么？3000块？小伙子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找那些种香蕉地的人。好。真有人花3000块1分地买我们那些荒地？这不是天降富贵吗？今天可以吃肉了。各位，我这边呢有拟定好的合同，如果你们当中啊有谁想卖香蕉地的话，都可以来我这儿签订一份。我们也签香蕉地，1分地3000块零100。没错，我们也要收你们香蕉地，1分地我们就出3000块零100。这不村长吗？怎么他也开始收香蕉地了？难道现在又流行种香蕉了？香蕉又值钱了？就算值钱，我们买下这些地，那也要到明年才能挣到钱吧？毕竟这几年我们也没有打理那些香蕉树，现在不是没长出来，就是一些又小又瘪的青香蕉。哎，那别管了，反正咱都卖出去了，咱们挣到钱了，能挣100是100，我都想卖给村长了。这不是我大姑吗？怎么？你也跟着我来抢香蕉地？好，那我奉陪到底。你中途啊，千万别逃跑。红霞都跟我说了，你在外面弄了个果然好店铺，还跟萧家大酒店达成了协议，需要大量的香蕉地。只要我们夺走这些香蕉地，你着急要香蕉的时候，我们卖2倍的价格给我们。奉陪到底，我们可不怕。除了我们，还有杨老板帮忙。只要现在不让你拿到这些地呀，以后啊，你肯定会再找我们要。到时候我和杨老板就有的赚了。不要跑的是你，老公，报价。张铁商，你敢侮辱我老婆，还让她吃亏？哼！我今天非要让你好看！父老乡亲们，我张海泉出4000块零100。你们100加，你可真是大手笔啊！村房，出价嘛，本来就是各凭本事。我们比你高，你出不起就别出。我出不起，好，那我出7000块。那我出7000块零100。全海，别担心，咱们背后还有杨老板在呢。就算咱们今天收不了这个香蕉地，那也不能让张铁生轻轻松松把香蕉地收走吧？恶心也得恶心他一顿。对，
恶心恶心他。张铁生，你还报不报价了？你不出价格，我可就要收购那些香蕉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想玩是不是？那我就陪你们玩一玩。你们100的出，还要不要脸？100块也是钱呢，你问问父老乡亲们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啊，对。对。对于村民来讲，100块确实也值得考虑一下。那我也跟着你们出，我出7000块0.101毛。红霞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就比咱多出1毛钱，他手里没那么多钱了。加上杨老板的钱，1分地出到1万块，我们还是能承担得起的。老公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拍地。装逼？这个我收。小子，看我把价格给你抬上去，到时候你非买不可。张铁生，你听好了，我出8000块。看我气不死你！张铁生，你继续叫价呀，不要停，你继续叫啊！老公，你为难他干什么？他连7000块钱都拿不出来，你还让他叫8000块，你吓死他算了。没钱？没钱就不用出来拍地嘛。父老乡亲们辛辛苦苦种的那些香蕉地，他出那点钱就要把那些买走？你别欺人太甚！哎呀呀，红霞，他这是没钱了，开始嘴炮了。穷光蛋都是这样，打嘴炮比较厉害。我出8500。穷光蛋自尊心还挺强的呢。怎么500块钱出了？你不是觉得这种行为很耻辱吗？报价嘛就要出的高一些，比如我出1万块。听到了没有？1万块，你继续叫啊，你继续往上叫啊！天哪，我没听错吧？就我那片香蕉地能卖1万块钱1分？村长出咱就卖。村长厉害，村长什么时候给钱啊？这逼装的真痛快，还好有杨峰杨总兜底，否则在7000块的时候我就不敢喊了。毕竟我手里只够5000块钱1分香蕉地的收。不过这也是我极限了。这小子再喊我就不跟了，恶心他1万块钱买1分地就行。大家别着急，张铁生还没出价吗？张铁生，你到底出不出价？你要不出价的话，可就没有这个机会喽。这还不明显吗？他是没钱了。我确实没钱了，所以我决定不跟了。恭喜你啊，大姑、村长，恭喜你们获得了这整片香蕉地的所有权。什么？你真不跟了？老公，别担心。张铁生跟肖家大酒店谈了合作，这么重要的一个客户，不可能不提供香蕉地的。之后呢，他肯定再会借贷款，再过来买香蕉地的。就是。张铁生，不买香蕉地了，那你的大客户怎么办呀？我给你提个醒，你可以去借高利贷，点他一下。以张红霞的本事，是绝对得不到这么精准的消息。看来杨峰也参与进来了。行。那我这次就彻底给你们打疼。穷光蛋，你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吧？就是，没钱就不要出来装逼嘛，赶紧滚回你的穷山村里面去。哎，但是我可告诉你啊，这方圆几百公里啊，只有我们这儿是大量收香蕉地的。到时候你小子着急要香蕉，2万块钱1分地，你都会找我们买。大姑，我这边已经拟好了合同了，我可以合理的跟乡亲们签合同。你们该不会只是空口无凭，跟大伙说说吧？哦，是啊，这张铁生虽然给的钱少，但人家自己什么的都有啊。对，感觉张铁生那边会更靠谱一点。我当然也拟好合同了，至于现金嘛，当然是准备好了。没错，我可以替他们出钱。张铁生，你今天买不走这些香蕉地，回去筹备资金后还是要来买的。不过那时这些香蕉地你就得从我们手中买了。当然你也可以不买，爽约肖家大酒店就行了。这块地哪怕我买下来，种点苹果什么的也不会亏多少，更何况还有张全海他们承受一半。倒是这张铁生，他可是实打实的有必要要这块地。有杨老板在，不种香蕉我们也赔不了。卖给张铁生也是赚钱，横竖我们都不吃亏。来，父老乡亲们，都来找我签合同领钱了。杨峰果然也参与进来了。喂，孔老，
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，往这儿签。孔局长，张村长，有人反映南洼村的娃娃们上学比较困难，需要去外村呢。南洼村的学校自从上次下雨就塌了，然后一直也没人管，娃娃们上学都去别的村上。怎么局长突然问这个？这我身为村长，多少会有点责任啊。要是被深究下去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娃娃们都有学上，那南洼村的学校呢？孔老，据我所知啊，这南洼村的学校已经塌方了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少多嘴！娃娃们学习可是件大事儿。据我了解，先前的学校距村子比较远，娃娃们上学比较困难，它就塌了吧。村南边不是有块空地，就在那里建一所学校吧。啊，这怎么啦？那片空地我们已经用来种香蕉树了呀。放心吧，不会让父老乡亲们吃亏的。既然大家种了香蕉，就按市场价把香蕉和香蕉树都收了，然后每分地按500块钱。什么？500块钱？1万块一分地的买的，这500块一分往外卖，这一分地竟赔9500块。有什么问题？这已经是很高的补助价格了。按照政策，补助你们200块钱也是可以的。这你想坐地起价？别忘了，这可是大家伙的集体土地，不是你一个人所有的。不是我，张全海，你混蛋！你刚才让我赔了整整50万，我卖果然好的钱都让你赔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了，我跟你拼了！杨老板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好说嘛！就是因为你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们有什么恩怨可以私底下解决，再当着我的面动手，我可要把你们全部送到该去的地方。张红霞，我跟你没完！哼！我再宣布一件事情，村子里那所塌了的学校地面不能荒废了。据我所知，那学校都是土地，没有铺水泥，可以种些瓜果蔬菜什么的。你们大家谁愿意包下那块地？每分地200块，不需要太多，鼓励大家搞副业，勤劳致富嘛。什么？那么大一片地，一分地才200块钱？是啊，否则荒废着不是荒废着吗？怎么，张村长，你对那块地有想法？你也可以承包啊，不过得全部包下，期限最低10年啊。刚才1万块一分地买的，现在500块一分地的出，早给我赔的身无分文了，我哪有钱再包那块地呀？哎呀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你们看这些地我们也没用是不是？那这合同咱能不能作废了？那可不行。就是你不能耍赖，钱可不能再还给你了。就是到我们手里边，我们绝对不会还给你们。父老乡亲们，你们有愿意包下那些地的吗？反正我不包了，上次的香蕉已经让我吃亏了。我也不包了。张先生，你有意思包这块地吗？既然没人包的话，那我就包了。总不能让那块地荒废着。孔老，如果在香蕉地上面盖学校的话，那香蕉树是不是要被砍了运走啊？可不可以把香蕉树卖给我？我愿意出高于市场价1倍的钱，然后再把它栽到原来学校的地面上。当然可以，这样还不浪费香蕉树。成功移植后，食用催生咒和催熟咒，就可以短时内拥有大量的香蕉了。什么？地给他，香蕉树也给他？张全海，你就在这看着不说话呀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快点说句话呀！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离婚，不过了。地虽然有了，香蕉树也可以种了，但保不齐张红霞还会再喊人去泼硫酸搞破坏。移植完香蕉树后，得找几个靠谱的人去负责看守那片地才行。喂，林姐。铁生，你在哪儿呢？快回来吧，家里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赶紧回来再说吧。董旺说，我来你家找你，敲门没人开，再开门他们就躺在这里了。董旺说，月月，还好毒素都集中在他们的腹部，还没有流向身体其他部位。
铁生，叔醒了。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中毒了。铁生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是水里有毒。咱们必须要找出下毒的人，不然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东王叔、月月，咱们3个就假装中毒，让翠莲姐去村里面喊，咱们一家都中毒了。这样一来，下毒的人肯定会过来确认咱们是不是被毒死了。这样一来，下毒的人肯定会过来确认咱们是不是被毒死了。没下毒的人，第一次跑到咱们家的时候，肯定不敢靠近，因为他们也会害怕死人。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张铁生一家中毒了。哎呀，这铁生一家人被毒死了，这也太惨了吧！这咋回事啊？这走开，走开！这张铁生，你再能打又能怎么样？喝了这毒草药，还不是得躺下？道哥，你这次确实高明，这种草药和正常野菜很像。你把毒草药磨成汁儿，放在水锅里，这样他们一旦死了，别人也会以为他们误拆了毒草药。我看他张铁生还怎么嚣张！原来是你们要害我们家呀！诈尸了！快跑呀！张铁生家诈尸了！中计了，快跑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哥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你们俩不知悔改，还敢害我的家人，今天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们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自己把自己下的毒药喝下去，把自己毒死；第二，你们知道我的医术很高明，我会让你们在毫无意识、非常痛苦、绝望的死去。选吧！敢害我的家人，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，踩我底线的必须死，但也不能是被我杀死，得是与我没关系的死法，比如自杀。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月月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这次就让哥处理吧，以前就不说了，以后这个村子就没人敢欺负咱们家的人，欺负你。张铁生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，我跟你当牛做马。干什么？起来！道哥，咱们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坏事，是时候该重新改过，重新开始生活了。他这又是整的哪一出？胡说什么？我们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有的，只要咱们从现在开始下定决心，改过自新，还是可以重新开始的。这算什么？性格转变了？短剧都不敢这么拍吧？张铁生，我知道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，只要你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们保证以后为你赴汤蹈火。哥，要不咱们原谅他吧，反正咱们也没什么事，只要他愿意回头，我们就给他个机会吧。住口！你是不是疯了？道哥，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你也不想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吧？你看我的眼睛和你身上的伤，都是咱们为了争强斗狠留下来的结果。你也不想以后一直过这样的日子吧？本来我也是个帅小伙子，还有个女朋友，但是因为我争强好胜、打架斗殴，让我有了这身伤。也因为这身伤，我女朋友跑了，我变得脾气暴躁，整天无所事事。唉，张铁生，我求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铁生啊，就给他一个机会吧，年轻人怎么会不走弯路呢？我可以给你们机会，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月月、东王叔，你们2个每人给他10巴掌。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要不就算了。是啊，铁生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不能算。好了，
都停手吧！我相信你们知道错了，也相信你们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谢谢张先生。你们常年打架斗殴，也没个手艺，现在不让你们打架了，反而你们变成失业者。这样吧，我打算呀，在南洼村包一片地，种一个香蕉园。你把你的兄弟们都喊上啊，替我呀把香蕉园好好的看好，不要让任何陌生人靠近。我可以给你们每人100块钱。100块？刀哥，你听到没有？咱们也是有工作的人了，而且每天都有100块钱。咱们之前这一直都争强好胜的，每天费老大劲儿了，一天也没有100块钱吧？张先生，你放心，香蕉园出任何问题，我把我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这2个人洗心革面了也好，我的香蕉园有刀疤跟独眼龙去看守，肯定不会再出事了。哥，不好了，咱村子的水果全都卖不出去了。啊？哥，那个收水果的杨峰今年把收水果的价格降到了5毛钱一斤。咱叔今年种的桃子啊什么的，可是费了不少心力了。这5毛钱一斤卖给他，那岂不亏死了？这个杨峰越来越过分了，以前的价格收的就低，现在价格更低。那也没办法呀，咱们村子很多人都要靠种植水果搞副业，咱们要是跟杨老板闹得太僵，干脆不来了怎么办？而且能来咱们乡下收水果的大老板本来就不多。唉，打又不能打，总不能这么低的价格卖给他吧？又是这个杨峰，真是打脸他都打得我不想打了，手疼。我让你们帮忙看守香蕉园，当然是要搞一个水果店。既然搞水果店，那就不可能只卖香蕉，也要卖别的水果。这样吧，我呢就帮你们一个忙，以一个合理的价格把乡亲们手中的水果都给收了。谢谢张先生，我替乡亲们谢谢你了。你们要真感谢我呀，就替我看好香蕉园吧。放心，好。张铁生啊，你以为你有了香蕉地，水果店就可以开安生了？我用低廉的价格把这些村民手里的水果收走，到时候在你门口低价卖，我让你没办法做生意。这些村民们只知道卖给我，他们肯定会妥协的。5毛钱一斤，你们到底卖不卖？我可没耐心一直在这里和你们僵持。不卖的话，我可要走了啊！怎么办啊？除了杨峰，也没有人收我们的水果，这么扛到镇上去卖，也没有摊位啊，而且太多了，卖的不及时会坏掉的。是啊，这怎么办啊？要不咱们低价给他，总好过砸在自己手里啊。还拿捏不了你们？你们的水果我收了，5块钱一斤。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傻小子？5块钱一斤呢？收乡亲们的水果，你怕不是有什么坏心思吧？对啊，5块钱一斤的确有点高了，是有点古怪啊。我可是果然好的老板，这10里8乡的水果都是我收的，就算价格低一点，但靠谱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来这里喊着不靠谱的价格，你是不是要骗横岭村的乡亲们？这些人可不知道，果然好已经不是我的店铺了。杨峰虽然价格有点低，但是他有个水果店，靠谱一点啊。是啊，这小伙不会有什么坏水吧？乡亲们，你们不要听这个杨峰胡说八道。张铁生现在才是果然好的老板。是啊，杨峰早就不是老板了。你们2个的话有可信度，怕不是配合着这个小子来坑害横岭村的乡亲们吧？你在村里吊儿郎当的，确实没啥可信度。是啊，独眼龙跟刀疤天天跟村里面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到处欺负人，怎么能对咱们好呢？8成这里面是有问题。想不到独眼龙混了大半辈子，连自己村的村民都不相信我活的可是太失败了。我哥不是那样的人。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他是什么人？难道你哥是大善人？好吧，我给横岭村的村民最后一次机会，看在长期合作的份上，价格提到7毛钱一斤。7毛？要卖的话，现在就卖给我，否则我立刻走，再也不来收你们的水果了。这些人是不会相信你张铁生是果然好的老板的，有能力收水果。杨峰，
你真以为我是空手来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横岭村的赵大爷学识丰富，见多识广，让他看看这份合同是不是真的。这确实是杨峰把果然好店铺卖出去的合同啊！好你个张铁生，竟然随身携带合同！什么？杨峰没有果然好店铺了？差点被杨峰给骗了！没店铺，你在这里收什么水果？不错，我确实把果然好店铺卖出去了，因为果然好店铺无法盈利，常年亏损，留在手里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开了更大的水果店，这个张铁生买了我一个破店铺，他手里早就没钱了。他之所以报这么高的价格，是因为他想空手套白狼，先把水果弄到手，否则他连卖的水果都没有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他之前给出的价格是我无法想象的，差点被他给骗了。5块钱一斤，只能听听，恐怕也到不了我们的手啊！张铁生，5块钱一斤，你有这么多钱来收水果？没有的话，那这顶空手套白狼的帽子，你就算是扣10了。张铁生不是这样的人。没错，张铁生从来不是骗乡亲们钱的人。杨峰，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悔改啊！这一次，我要彻底把你打服才行。打？怎么着？是不是被我拆穿了，心里恨想动粗？大家看看，这个张铁生急了，急了，他有问题。应该快到了吧？她可是同济堂的大小姐，是有钱人啊，大人物。她怎么会来咱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？杨峰，你都没有钱了，还在这里收水果呢？各位乡亲，我是张铁生的合伙人，我们一块经营果然好水果店，以后你们的水果卖给我们就行。至于钱嘛，哎呦，这钱可真多呀！5块钱一斤，相信我们的可以过来卖水果了。杨老板，要是你在这里喊了半天，你钱呢？我手里确实没什么钱，打算像之前那样赊账。怎么夏雨涵他们会来啊？我的计划全被他们打乱了。王峰，你的钱呢？你该不会是骗乡亲们的吧？啊？打！别打杨老板，否则……赵大爷，你放心，以后横岭村的所有水果都由我张铁生来收。现在是5块钱一斤，以后也是5块。这钱就在这放着，你难道还不信吗？张铁生，以后我们黄岭村的水果就卖给你了。没错，我们以后就卖给他，就卖给他。行了，赶紧拿水果换钱吧。杨峰，你不给个解释吗？你的钱在哪里？你不会是想骗我们横岭村的人吧？那我可对你不客气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他骗咱横岭村的百姓不是1天2天了，打他也不算走回头路。说的没错，揍死他，天经地义。过来吧！张铁生，今天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今天肯定不会有这么公道的价格。是啊，今天可太解气了。这个杨峰压榨我们这么久，他们2个打得真痛快。没错，今天他们做的事情简直是正义之举。被骂了大半辈子的地痞流氓，第一次被大家这么夸赞。或许独眼龙真是对的，我们以前确实做错了事儿。空了，文件已经下来了，那块地归你经营了。真的？谢谢空了。客气了，铁生。张老板，良辰吉日已到，我们剪彩吧。是啊，张老板，赶紧动剪刀吧。好，现在我宣布，南洼村香蕉地今天正式营业。
好。铁生，恭喜你啊！有了这片香蕉地，你的水果店的存货量不会有大问题了。铁生啊，以后你给我供的货就是这里的香蕉了。是，但也不全是。不全是？我们张老板在横岭村啊，也是能收水果的大老板了。父老乡亲们，以后啊，把水果都卖给我们张老板。是啊，张老板是我们横岭村威望最高的。我们横岭村虽然说没有大量的香蕉，但是少量的还是有的吧。可以呀，铁生，你可真是个商业奇才啊！那是，铁生以后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。各位老板，以后铁生的生意还需要你们多依赖帮助他。放心，我们会帮衬他的。铁生，恭喜你啊！铁生，我有点不舒服。是那种难言之隐，你可不可以来给姐姐看看？难言之隐？哎，姐，是不是那个地方来试的时候会特别痛？当然不是，还是上次那个病，你就帮帮姐姐呗。你也知道姐姐的病因。铁生，我也痛。怎么又来了？救命啊！你小子今天要定你了！敢跟我抢，铁生！